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是住棚节的第4天，然后我们在耶路撒冷，现在正在进城当中，要来跟大家一起感受住棚节在耶路撒冷的气氛。前面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城门，叫做雅法门。这里有人在准备表演，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赶快走。那边有免费给水，我们现在要赶快的走到靠近西墙的地方，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在住棚节的第4天的时候，通常会有大祭司的祝福，那它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仪式。那今天会有2场，早上8点半以及10点半。那现在就快要开始了，10点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大祭司的祝福，然后10点40的时候会有一个专门为现在还在战争中，所以是为在当兵的这些人，为人质的家庭，为人质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住棚节的人潮真的是很多，即便是在战争之中，有以色列境内的人，也有从国外过来的犹太人。那因为人潮很多，所以今天的雅法门它是完全的封路，不能够有车辆进来。然后呢，有些人已经往这边过来，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早上的祷告。那也有很多人正在往西墙去，因为就跟我一样要去看10点半的这个祷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在耶路撒冷了，有点不习惯。哇，这里封路，这里过去呢就是亚美尼亚区，然后再进去就是犹太区，那它就封掉了，可能是为了安全的关系。我本来想带大家看那边的。那刚才在讲，以色列有3个最大的节日嘛，因为这是记录在圣经里面，逾越节、七七节，还有住棚节。那逾越节跟住棚节呢，都是过7天的节日，住棚节多1天是8天。那在住棚节过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节日叫做修殿节，哈努卡，或者是哈努卡，翻成中文的话，那个节日也是过7天。所以在以色列呢，就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过节日要好好过的话，就是要过7天，不是只过1天或2天，是过7天。所以我觉得啦，就是在住棚节，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很认真、很用心、很享受在这个节日当中过7天呢。你不能够好像对这个节日好像想说随便一下反正就晃过了，没有因为你7天，你一定是要好好的过。从这里过去呢，就是所谓的锡安山。那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人走在路上都有拿一个长长的杆子。那个杆子呢，就是住棚节4宝的一部分。住棚节4宝在上一集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棕榈树枝很长，然后还有柳树叶的树枝，然后还有香桃木的树枝。然后除了这3个树叶类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个他们会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就用香橼 etrog 来做一个代表。那因为圣经是说要拿这4样东西在神面前欢乐，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会拿这4样东西，在祷告的时候，从北向南、向西、向东、向上、向下，就是感谢神赐下雨水啊，感谢神的供应，然后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祷告。那只有在住棚节的时候，你会看到犹太人拿着一个杆子，然后就是住棚节4宝来做祷告。那我现在身边好多人开始跑步，因为我们真的是走太久了，还没有到。那个活动可能已经开始了。那今天的警察也是比平常还要多很多，因为没有人希望在这么神圣的日子会有任何的意外。那这边是临时搭建的流动厕所，是给男生的。那有白色帐篷挡住的，是给女生的。好，有没有看到越来越多人在跑步？因为我们大概还要再走可能5分钟吧，可是现在已经超过10点半了。
那继续跟大家介绍，我们现在前面的呢，光秃秃的这一大块就是橄榄山的坟墓区，因为犹太人也是相信说，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复活，所以他们也会喜欢葬在橄榄山这边。应该是说，他们比基督徒还要更在意这件事情，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要快一点复活。那当然也有基督徒的墓在橄榄山上，但那个是非常少数的，大部分的墓都还是犹太人的墓，然后墓非常贵。如果有兴趣知道墓有多贵的话，也可以看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在橄榄山买一块墓地要多少钱。那这边有一个帅哥，他又要带枪，然后又要带他的那个祝棚节4宝，真的是只有在以色列会看到。然后这2个士兵也是来参加活动哦，我听到声音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就是祝福祷告的声音。西墙就在我们的前面，但是现在还看不到。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活动的地方，就是西墙广场。人太多了。这好像是大祭司祷告开始，他刚刚说口扬宁就是大祭司，所以前面男生的那个地方呢，你会看到就是有犹太人就披着白色的祷告巾，应该看不到，因为我站的有点太远离男生的部分。左边是面对墙，这个就是西墙，面对墙左边是男生，右边是女生，所以你们要看很远很远。你们看得到吗？有人拿那个一个超大的祷告经，大家一起过。其实就是像那样子披着。然后现在这个部分呢，是在祷告，他说拯救所有的人质。他现在在祷告，为以色列祷告。משברך אבותינו אברהם, יצחק ויעקב, לפני אדם, ויקוים בהם מקרא שכתוב, ופדויי אדוני. 现在在做祷告的是警察。מצילות חיים, חג שמח, מועדים לשמחה. 爸爸刚刚教他的孩子祷告，就这样拿祝棚节4宝，然后现在大家在做另一个祷告的歌。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我刚刚在下面的时候有说，就是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能够在祝棚节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这是在圣经中神说3个一定要上耶路撒冷过的节日，3大节日之一。那所以你们可以想象，真的人潮这么多。只是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因为现在以色列还在战争之中，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从国外来的游客，真的都是犹太人为主。这里有2个阳台是可以看得到西墙的。那这边女生在祷告的这个地方呢，一边就可以看得到西墙。然后如果我们再往旁边这边去，也有一个观景台可以看得到西墙，就在这边。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爸爸，他也是拿祝棚节4宝，还背一个枪，
然后这里不知道是谁在这里盖了一个可爱的祝棚，然后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得到，在西墙还在祷告的人，其实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就继续在那边祷告。那下面这个是新盖的那个西墙中心，还没有对外开放。他们这些应该都是媒体，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去到那边。开始有人在散场了，刚刚真的是全部都是满的。我比较晚到，所以是在那边外围，然后就可以感觉到很多人。然后这是西墙的样子，男生在这边，所以刚刚大祭司祷告的时候，这边应该全部都是白的。那因为昨天去特拉维夫没有看到什么人拿着这种祝棚节4宝祷告经走来走去，所以我会说应该只有在耶路撒冷，你们可以感觉得到祝棚节的这种气氛，大家都在过祝棚节的感觉，大家都在一起祷告，都在一起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木头做的祝棚，然后里面真的有一张桌子，还有漂亮的装饰。真的只有在祝棚节的时候会看到，大家拿着祝棚节4宝走来走去，我真的觉得是蛮特别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在犹太区来给大家看一下犹太区可爱的祝棚节的气氛。那你会看到餐厅呢都有搭祝棚，像这个样子，这是这家店的棚子，就是完全可以感觉到很热闹。这家店是卖 schnitzel， 就是炸鸡排，所以它的棚子在这里，以及还有在这里，然后你就会看到犹太人就是坐在祝棚底下吃饭。大家都带着祝棚节4宝，然后这是汉堡店的棚子，汉堡店在这里。我们上次耶路撒冷日的时候有在这里吃汉堡，它的棚子就在这里。你看它的棚子上面的屋顶都是可以看得到天空的，就是只是拿一些树枝挡着，因为要看得到天空，代表在纪念在旷野的日子，有神的保护，然后我们在世上不过只是寄居的。那我真的是觉得祝棚节是在所有的节日里面最欢乐的一个，因为它不像逾越节，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很多的限制。然后也不像光明节的时候，就是修殿节的时候那么冷。然后祝棚节的时候也不像七夕节，七夕节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活动，只有吃起司蛋糕，然后还有很多的水果。然后还有什么节日？还有普尔节，普尔节好玩啦，但是普尔节只有1天，然后就是大家变装，那不像祝棚节7天，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拿着祝棚节4宝，然后在路上有很多的祝棚可以看，就是我觉得祝棚节它比较集体，就是比较，而且时间比较长。给大家看我刚刚在看的，这就是胡瓦会堂它所盖的一个祝棚，那很大，而且还有很有趣的装饰，那里有3颗凤梨耶，来看一下，这是祝棚的入口。那我们看一下周遭，我刚刚呢就是从这条小路这样子过来，哇，音乐变大声。那我们来看祝棚里面长什么样子。这部分呢是女生的祝棚，女生的这边啦，当然也有孩子跟男生也在里面，好像也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然后呢，这里有水，还有咖啡，哇哦！看大家在这里拿咖啡，还有拿糖，然后热水呢就是在这里。那这间咖啡店呢，也有一个美丽的祝棚在这里，也是用叶子当它的屋顶。今天真的很有过节的气氛，到哪里都是满满的人。你要买一个什么东西，都要先排一个队，可能要排10个人才会轮到你，然后
然后这边的柠檬呢，就是祝鹏杰的 Eterok 香水柠檬，这么多耶！哇！我现在呢，终于找到一个位置可以休息，然后这位置超棒的，还可以看路人，就这样子走来走去的路人啊，有很多人都是拿着祝鹏杰的4宝，怎么突然没人？我刚刚一直看路人走来走去，就是拍给你们看的时候突然没人。等一下，然后果汁店的人还送我一个果汁，就是这个果汁店，蛮好喝的。那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过节其实是一件你需要刻意去做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小时候的时候过年比较好玩，因为年味比较重。现在长大了，大家过年的，因为太麻烦了。就是你如果要订一间比较好吃的餐厅，你要很早就要预定，因为到处都是人。那有些人呢就会决定说，那我过年的时候我就不要待在台北了，我就不要待在哪里了，我就出国好了。因为就是在台湾你要去一个景点，就是人挤人，那个品质很不好。那其实我现在住在耶路撒冷，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也懒得去买喝的，因为都要排队啊，然后我要找一张椅子坐也好麻烦。然后我刚刚就是站在那里，那边人好多好挤，那个呼吸都很难。可是其实这就是过节的意义啊，就是因为它很麻烦，因为你是刻意要去做一些预备，你要有一些 efforts， 你要有付出。为的就是因为你相信这个节日的意义。那祝鹏节的意义呢，就是神要告诉他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而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这是一个彩排，这是一个约定。耶和华的3大节期呢，在希伯来文是 Moedim， 意思就是一个约会。神他就是跟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在这3个节日的时候，我们要在一起。每个节日它都有它的意义，祝鹏节的意义就是神与人同住。神他在旷野的时候，他设立的会幕，就是他想要跟人住在一起。那现在每一年在过祝鹏节，其实就是一个彩排。彩排有一天，神要永远的与人同住。我们现在在世上所看的一切，它都只是暂时的。那其实祝鹏节对基督徒来讲更是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会有一个羔羊婚宴，耶稣要我们像新妇一样预备好自己，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所以其实祝鹏节它就是每年一次一次的在提醒我们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所以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祝棚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可以联想到羔羊的婚宴，大家都要坐在里面很快乐的与我们所爱的耶稣一起吃喝。那我觉得这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鼓励，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眼泪呀、痛苦啊、寂寞啊，都只是暂时的。耶稣他在天上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家乡，那有一天我们就会到那个地方，那我们就可以永远的与神在一起，就不再有伤悲，不再有眼泪。好啦，那今天跟大家一起在耶路撒冷感受祝棚节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我刚刚呢才发现，原来这个罗马大道，这是大概1300年前的古迹，它是商店街。没想到在今天它变成了祝棚，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吃饭休息的地方，真的好特别哦。很高兴今天可以带大家看耶路撒冷的样子。那如果你们想要更了解祝棚节的话，可以看我去年做的祝棚节介绍的影片，那个整理的比较有次序。然后如果你们喜欢关于耶路撒冷、关于以色列的内容的话，也欢迎继续的追踪这个频道，也推荐给你们的好朋友。那就这样啦，大家祝棚节快乐，好撒妹啊！